男人震惊地发现，女人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内裤也被脱了下来。他立马意识到这是奸杀案，于是赶紧冲到公用电话亭报警。哪知刚转头，竟又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个被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趴在垃圾堆上。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警察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尸体明显被移动过，因为女人从后面遭到枪击，却是仰躺着，两脚的鞋子也穿反了，并且法医说没找到精液，表明凶手肯定是戴避孕套。 So we got 2 victims, 1 shot, 1 stab, 1 inside, the other out on the street, but from the looks of it, it all started in here. 可是既然有枪，为什么用刀呢？警方因此猜测可能有2名罪犯，而且抽屉里的零钱都在，说明歹徒是在强奸过程中被打断的。 Well, who's that corpse? 死者是超市经理，叫马吉，深受大家喜爱。而伤者身上没有证件，兜里只有几块钱，所以很可能是半夜去买宵夜的，结果却被落得丢掉生殖器的下场，并且预谋作案和随机攻击都有。因为是2个不同的人，2样不同的凶器，所以一个是计划过的，另一个是失控杀人。然而这些也都是推测，想证实就必须找到证据。于是警察立马找了马吉的母亲，母亲表示女儿白天在一家精神病诊所实习，她跟诊所的一位病患相处的不太好，也许那人是凶手。 Man fantasized that he and Maggie had a relationship. He stalked her. There was a police report. Maggie assured me that he wasn't dangerous. 随后警察根据这个线索来到了精神病诊所，要求调取所有患者的名单，哪知却遭到了医生的拒绝。他不想泄露病人的隐私，因为一旦引起病患的不信任，他们很可能以后就不来了。光是要他们服药就已经够困难了。即使警察拿出法院的强制令威胁，医生也丝毫不妥协。不过最终还是吐露了跟踪马吉的那名患者的住址，同时表示他是拒绝服药的。紧接着2人就来到了跟踪者永强的家里。可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睡在了门口台阶上。当警察将他喊醒后，永强竟又做出了迷惑行为，开始胡言乱语起来。警察见状不由得加了小心，谁知下一秒，永强突然拔出了一把带血的刀，不过没几下就被警察给强力制服了，同时也看到了他衣服上的血迹。这么看来，永强的嫌疑是越来越大，因此警方强行推测永强是在发病后犯案的。当时用力过猛，导致马吉鞋子脱落，然后过意不去又想替他穿好，结果却穿反了。不料听了这些，永强竟又胡言乱语起来。可当听到那个伤者名字后，他竟突然愤怒地大喊要他死。然而在看到马吉的照片后，竟又突然情绪崩溃了。无论警察怎么好言安慰，他就只大喊大叫不说一个字。这下可把警方整无奈了，这样审问根本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检察官也只好将永强扣押，直到他神志清明能出庭。而目前已验明刀上的血迹就是伤者的，如果再有枪的检验结果，就能锤死永强了。可谁知就在大家讨论如何找枪之时，永强的母亲来到了派出所，她已经寻找儿子好久了。然而在听完警察的推断后，她一口否认了儿子有暴力倾向。 He adores Maggie. He was so withdrawn, and she took the time to reach him. They spent evenings together. Sometimes he helped her in the market. They were close as Mark can be. He would never hurt her. Never. 可警察又提出了永强拒绝服药的事，但母亲表示精神病药副作用很大，导致永强白细胞下降而且嗜睡，所以他拒绝再吃药了，并坚称儿子绝对没有暴力倾向。然而警察又指出你有把枪，这不就是怕他吗？不料这句话一下子把老太太激怒了。我买枪是要保护儿子，不被邻居的无知之徒伤害。 They chase him and frighten him. They're obsessed, terrified that he'll freak out and hurt them or their children. The media has done an excellent job of demonizing schizophrenics so that when people look at my son, they don't see a human being. Mark doesn't scare me, detective. Pathetic, narrow-minded people do. 警察也是自讨没趣，然后就对永强家进行了搜查，果然找到了母亲的那把枪，只是并没有发射过的痕迹。但即便证据不足，检察官还是起诉了永强，指控他强奸和谋杀罪。虽然律师极力进行了辩护，但法官还是决定收押永强，等待精神评估。然而在此期间，警察必须加紧找到那把手枪。可是他们走访了永强邻居，又去找了诊所医生，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找不到凶器。把大队长愁的头发又掉了几根。哪知这时马奇突发奇想，建议查一查伤者的底细。本森立即明白这是怀疑他了，但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马奇2人曾找过他谈话，在他老家打听过，但并没有这个人。大队长也觉得这一点可疑，怀疑他是用了假名，而且他曾交代那晚是拜访完朋友回家，恰巧路过。于是本森和泰勒立即赶到医院，要求伤者说出朋友的名字来确认。哪知玉田竟不自然起来，可在警察的逼迫下，不得不吐露了实情。I wasn't with a friend, actually. I was with a pro. Oh, okay. Her place? Her car. 玉田看似搪塞了过去，
不成想却更加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Prostitute in that neighborhood with a car? You notice his eating habits? It's convict posture. It's pretty hard to shake. 所以说这个玉田肯定有问题。这时本森急中生智，在出示了警察的身份后，让护士进病房把玉田用过的餐具收了出来。结果上面的指纹竟属于一个叫广坤的罪犯，这说明玉田是假名字，男人其实就是广坤。他本来被判了12年，不料坐了7年牢后假释了出来，所以真相可能是广坤强奸了马吉。永强看到好朋友被强奸，因此刺伤了广坤。大队长也支持这个观点，于是命令立即去监狱调取广坤的档案。而两人在拿到资料后，又打听起了广坤的生活细节，哪知这却引起了监狱长的不满，毫不客气下了逐客令。两人明白监狱长这是在官官相护，他不想到案说明为何让一位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假释。不过警察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根据记载在档案里的信息，找到了经常看管广坤的执勤狱警。当两人说明来意后，果然狱警很是厌恶广坤，坦言他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根本就不应该批准他假释。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旁证，还不足以逮捕广坤。检察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凶器和目击者。但问题是目击者只有永强，而他又是个精神病，陪审团是不会相信他的。因此警察只好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去找到那把枪再说。而根据当时广坤的伤势，他跑不远，所以最有可能是把枪扔进了垃圾堆。然而不幸的是，清洁工告诉他们，这里的垃圾早就被清理一遍了。于是两人又赶紧来到了垃圾处理中心，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保证每辆垃圾车都有编号，想找什么肯定能找到。这下警察可放心了，接着说出要找上周3的一车垃圾。不料负责人当即变了脸色，那时的垃圾早就装船运去了掩埋场，神仙也找不到了。两人算是白忙活了一场。既然没了凶器，那只能指望永强这个证人了。因此大队长决定逼永强服药，只有他变得正常了，才能提供可信的证词。但检察官却提出了反对，因为不服药是永强的权利，而且他母亲也请了律师，无论如何不要让儿子服药。他很肯定这是儿子的意愿，难道让凶手逍遥法外，而目击者却要坐牢？不过下一秒队长又有了主意，永强在监狱里过得肯定不好，他有病，一定会被欺负的。检察官秒懂了队长的意思，这是要和永强谈条件放他回家。随后检察官就来到了监狱，而永强果然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了，看来过得很不好。于是检察官趁机提出让他注射长效药剂，只要能在开庭清醒指证广坤，就判他防卫过当轻罪。 No. 哪知永强立即拒绝了，但检察官并没有放弃，看来永强吃的苦头还不够啊。 Who did that to your face, Mr. Nash? Would you like to go home? Yes. I want to go home. You have to agree to take your medication or you have to stay here. 永强沉默了，让他服药不如去死。可就在检察官转身那一刻， I'll take your medication. 永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只是谁也没料到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就在永强即将用药之际，母亲竟突然赶来阻止，斥责警察这是在逼迫良民。尽管警察一再解释这是为了破案，可母亲仍是坚称儿子本是见义勇为，没想到却被警察迫害。随后他就要带走永强，哪知永强怕极了再回牢房，不想再去受苦了。 He signed an agreement. He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You would have to get a competency hearing to supersede his rights. 母亲真想这么做，可律师表示需要花上好几个月，那儿子还不得被折腾死？老母亲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被迫同意。很快，永强就恢复了神智，描述了那晚发生的事情。 I usually stayed in the cold case. I heard a loud pop. That's when I saw the guy. He was standing over Maggie. Her pants were down, but she wasn't moving. Did you see him rape her? No, but I know he did it. He was exposed. I didn't know if Maggie was still alive. That's when I grabbed the knife and stabbed him. I saw the bulge, it was in his pocket. He lifted his hands to fight me, so I stabbed him lower. When he went down, I went to Maggie. I didn't see him leave. 永强知道马吉不想让人看到他那个样子，于是做了唯一能做的事，替他穿好了裤子和鞋子，然后就逃走了。 Why didn't you call the police? Why didn't you wait? For what? My friend was dead. He did that to her, and she didn't yell for me. Well, he brutalized her, threatened her with a gun. She didn't make a sound. Not once. 说到这，永强伤心欲绝，马吉到最后一直都在保护着他。既然永强能够清醒指证了，那接下来就是对广坤出手了。起初广坤还以为警察又是让他来指认的，不料两人竟自顾自还原起了真相，指出广坤杀了马吉后自以为四周没人，于是收起了手枪。当永强袭击他时已来不及掏枪还击，被刺伤逃走后又必须处理掉枪，只能爬到垃圾堆扔掉了枪，这就是行凶过程了。广坤当然不承认了，可这也由不得他了，他将以强奸和谋杀罪被起诉。然而还没等到开庭，警察就先接到了一个噩耗，紧接着两人就赶到了医院，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尸体。永强竟然自杀了，而原因就是药物使他清醒后意识到好朋友死了，继而孤单引发忧郁，然后就自杀了。警察对此心中充满了愧疚，毕竟这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而面对儿子的尸体，
母亲难掩悲痛。警察本想来致歉，却被母亲狠狠瞪了一眼。他最终还是没能保护了儿子，愿他在天堂没有痛苦。